Alright， 大家好。那在我身旁這一台呢，就是 Perodua QVE，Perodua 史上第一台純電動車。那我今天來到Sepang Circuit， 準備要去測試這一台 First Malaysian Homegrown 的 EV， 就是第一台國產電動車，因為它不是跟任何的品牌 share platform、rebatch 等等，它是100%由 Malaysia 的第二國產車 Perodua 研發的。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一款車的定位會是在 Ativa 之上，它針對的是 medium to high income。作為一個電動車它用的是 52.5 kWh 的 CATL 寧德時代的電池。目前我們已經知道這個 QVE 呢，它具有445公里 NEDC 的這個續航力。WLTP 我們目前不知道，不過我們可以從 52.5 kWh 去推算，我給它一度電走5公里，大概也是接近300公里這樣子啦。除了採用一個前馬達有150 kW 就204 PS 跟285個 Nm 0到100 7.5秒。所以如果用 3-pin plug， 也就是最慢的 charger 來算的話，25個小時可以充到滿。如果你裝了 AC Wallbox 6.6 kW AC 8個小時從0到 100%， 60 kW DC 30分鐘從30到 80%， 所以這個充電速度在這個價位，在這個市場上算是中規中矩，就是還好而已啦。所以這個車子目前只提供2種顏色，然後車身的外觀內飾跟市面上任何一款 Perodua 都沒有重複，它是一個 100% all new 全新的東西。所以等一下我就上去試駕這個 Perodua QVE， 然後再給大家分享我對它的這個想法是什麼。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也歡迎上到 Carpark 或者在我的 Facebook、Instagram 等等，可以獲取更多關於 Perodua QVE 的這個事情。So let's go。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呢，這個 QVE 基於的平台是 Perodua 和 Magna Steyr 聯合開發的平台，也就是說它跟 Daihatsu 跟 Toyota 完全沒有關係。這個在 Perodua 歷史上第一次沒有使用 Toyota 集團，也就是 Daihatsu 的東西。那這個是在 Daihatsu 的同意下，就是 Daihatsu 沒有阻止 Perodua 做這件事情，所以在亮綠燈，在綠燈的照耀下 Perodua 找到了一個新的 partner， 新的伴侶 I mean 新的合作夥伴，一起來做這件事情。但是 Perodua 特別強調這款車子的 IP owned by Perodua， 所以這個 Magna Steyr 它只是算是一個 OEM 的合作夥伴，整台車子的版權都在 Perodua 的身上，這個跟其他牌子有一點不一樣。So Perodua QVE 的軸距是2680mm， 比 Proton E-MAX-5 長一點點，車身也是長一點點，但重點就是它的車身重量是1600 kg， 所以以50多 kWh 的電池1600公斤，應該是我認識最重的 Perodua。電動車都是會比較重，然後比較重呢，對輪胎的負荷等等就要有更大的就要更好的輪胎啦。所以它採用的是18寸的輪圈，那這個是 Atlas Tire， 所以你可以從車身側邊看到它用的是好像我們最早在 Honda HR-V 看到，它是沒有 door handle， 然後前面是這個隱藏式的機械式的手把，看到嗎？因為這樣子做可以去改善車子的風阻係數，讓它更加的省電。然後這邊是隱藏式的 door handle， 除了 HR-V 之外，好像還有其他車款也是用這樣子的一種車門手把還有 Ferrari Puro Sangue 在那邊啦。So 後面的話，因為是一個掀背式的，所以我們要把它開起來。有趣的是，你開的時候是拉它 Perodua 的 logo， 就好像 Volkswagen 跟 Mercedes-Benz 的那一種方式這樣子。所以行李箱空間的話，我覺得是蠻大的，因為它有2個 stage 然後下面還可以去放一些東西這樣子。So yeah。哎呀，關不緊，再來。Alright， 那 QVE 的中控台呢，由2塊 10.25 寸的熒幕組成。中控台熒幕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 和 Wireless Android Auto， 有6個 speakers。冷氣呢能夠透過熒幕調整，但是熒幕下方也有一排實體按鈕。它用的是 Rotary Gear Shift Knob， 旁邊有 Auto Hold 的 button， 下面有 Drive Mode 的按鈕。那這個 QVE 用了一個 flat bottom 的方向盤，這樣子做可以增加腿部空間，方便上下車子。但是這個方向盤的設計它融合了老土和前衛，讓第一次看到它的人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那因為電動車沒有傳統的變速箱啊，所以它採用了一個雙層式的設計。那馬來西亞人可以把重要的財物藏在橋底下。那另外在橋底下呢，有12V 的 socket、SD 卡槽、Type A 和 Type C 的接口。然後熒幕裡面的 Driving Assistant 能夠調整方向盤的轉向力度和 Regen Level 等等，而且它還有多種顏色的 Ambient Light 氛圍燈。氛圍燈要點嘛？Atas 咯。隱藏式的車門手把 ，OK， 所以這個是我的景象。上車可以看到嗎？車型還是雖然是 SUV， 不過還是蠻低的。So一坐上來你會發現到頭部空間非常的小了，因為它採用了一種 coupe like 好像 fastback 這樣子的造型，所以就有一好沒有兩好，就會這邊會覺得比較壓迫一點點，然後椅背也是相對比較直。電動車的地板都會比較高，這台車子也不例外。後面給你一個 Type C 跟 Type A 的接口，但是呢沒有 air vent， 沒有冷氣出風口，沒有邊也沒有，所以這個是蠻有趣的。而且這地方看起來很小個，很窄呀，可以感覺到車子並不是太寬。然後60/40 ，OK 有60/40分離傾倒功能。然後裡面就用了跟高配版 Perodua 相同的這種紅色縫線啦，有點 fabric 的座椅等等。然後門邊就是 Perodua 一脈相傳的這種家族式耐骯髒的 hard plastic design。車頂是黑色的，我蠻喜歡。然後燈是這個冷色系的燈光。然後有 Perodua 一定要給你的 Malaysian hook 拿來吊 data 拿來吊東西等等這樣子。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它很像 coupe 那種啊，雖然感覺上是 SUV 很大台，軸距等等也不錯，可是就是很有壓迫感，而且一直太大張啊。整個 portion 是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的車啦，因為市面上的車越來越像，你知道嗎？可是這個是一種非常與眾不同的東西，全新的 product。剛才在室內可能看不清楚顏色，那這個就是在陽光給陽光照射底下的這個顏色，那這個沒有錯，就是藍色，它還有一個灰色。其實坦白講，兩個顏色的差異並不是很大，而且這個藍它也不是那種深藍啦。講到深藍，它真的很像深藍啊。OK， 中國那個深藍，那個品牌深藍這樣子，所以但是我自己覺得它的這個 fog lamp 這個地方它有一點像Chery Omoda E5 啊。然後下面就有這種擠料的東西，我覺得純粹是 cosmetic 啦，我看不出它有什麼空氣力學效益這樣子，所以歡迎留言告訴我你喜不喜歡這個顏色的 QVE， 或者是這個看起來有一點沉悶的顏色。那講到這邊，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好奇這個 Perodua QVE 到底賣多少錢？那根據政府給的這個指令呢，他們不能夠賣超過8萬塊，所以我們就假設他賣8萬塊吧。那 Perodua 推出了一個叫 Battery Subscription Program， 正確的名稱叫 Battery as a Service BAAS。也就是講說呢，如果我現在用現金8萬塊買了這台 Perodua QVE 之後呢，我每個月還要給279塊。給108個月9年，為什麼？因為 Perodua 假設這個 battery 價值3萬塊，然後3萬塊再除以9年，那你可能講我要花3萬塊買斷這個 battery 可以嗎？Tak boleh，tidak boleh，不可以，因為這個 battery 是 Perodua 的 asset。那然後這個8萬塊你可以跟銀行借 loan， 你要借9年、借7年、借5年。那個 interest 多少就是根據那個8萬塊，也就是講說，如果這個8萬塊我借到來，可能是每個月供，假設是600塊，還要再加那個279塊的 battery subscription plan。那我知道聽到這邊很多人的手啊，很多人的鍵盤已經忍不住要開始要罵、要批評，但 Jotomatic Kudasai， 為什麼 Perodua 這樣子做？那 battery as a service 這個方案。其實不是一個全新的東西，因為在歐洲，有趣的是在歐洲有一個 brand 用過，那個 brand 叫 Smart， 然後這個 Smart 現在是 under Pronet， 也就是 Proton New Energy Technology Sdn Bhd。OK， so 這個制度這個計劃的好處就是呢，
原本這個車子可能是要賣110千到120千，所以你要給 10% 頭期的話，可能是11000塊到12000塊。但現在因為他們把 battery 抽出來，所以呢，車價只是8萬塊。然後你接 loan 的話，可能 10% 你只要給8000塊，所以你的 loan amount 頭期更低，然後每個月車的利息可能更低。而且你在保險的時候 ，insurance 也更低，因為那個 insurance 只是保車，不是保電池，因為電池是 Perodua 的資產，你每個月交那個保護費給 Perodua 幫你照顧那個電池。如果在這個期間呢，電池的 S or hash state of health 低於 70%，Perodua 會負責幫你換那個電池，這個在業內是相當普遍的一個做法。當然，對於 Perodua 來講，為什麼他們要使用 BaaS 的這個服務？最重要是因為他們要確保車子的殘值，也就是它的二手價能夠 stable， 能夠穩定。那我相信講到二手價 ，Perodua 講第二，沒有人敢講第一，至少在馬來西亞的汽車市場上，因為他們深知只有這樣子做才能夠確保車子在賣的時候不會讓電池拖累車子的這個價格。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如果你是 QVE 的車主，你要賣車的時候，你只可以賣給 Perodua Pre-owned Vehicle 的這個機構 ，OK， 這個 Perodua Pre-owned Vehicle 的店啦。你換車 你賣車之後，你可能要更名等等，對不對？但是那個 Battery Plan 要重新再 subscription 過，重新再 subscribe 過這樣子啦。所以這是一個不容易理解，有一點複雜的東西啦吧。目前我知道的東西是這樣子，那等到它發布的時候，可能 Perodua 會公布一個更清晰的 plan。所以這個 Battery as a Service 很多人推行過，但是最後都不了了之，後來都沒有再繼續這個方案，就是因為它有利有弊，凡是有好處也可能會有壞處。就講說，因為你這9年裡面，你每個月供279塊、279塊這樣子給，可是電池更新迭代的速度，新科技出現的速度非常的快。目前我沒有資料，或者他們沒有告訴我 Perodua 如果有新的電池，他們會幫你換一顆新科技的電池，因為價格越來越低，或者是技術越來越好等等，這個我們要繼續的有待觀察這樣子。所以歡迎大家留言一起來討論，你覺得 Battery as a Service BaaS 的這個方案可行嗎？我覺得是一條不容易、不簡單。怎麼講？這是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啦。OK，put it this way。所以如果你是 QVE 的車主，你除了在享受這台車子之外，你同時也是馬來西亞國產電動車的 pioneer， 國產電動車的先鋒，你也是跟着這個國家的汽車歷史一同前進。你是不是常常在上網的時候擔心隱私被追蹤？那這個時候你需要 Surfshark VPN。當你連上網絡的時候呢，其實每一次的搜尋、登入、購物行為都可能被網站、廣告商甚至是網絡供應商追蹤。那 Surfshark VPN 會透過加密技術把你的網絡流量完全保護起來，讓外人無法看到你在做什麼，不會洩露您的真實 IP 地址。簡單來說呢，它就是像你和網絡世界之間加上一道安全隧道，讓你的資料傳輸變得私密又安全。So Surfshark VPN 最大的特色就是無線裝置，你家裡的手機、平板電腦甚至是 Smart TV 全部都能一起用。而 Surfshark 在全球100多個地點都有伺服器，所以不管你要追劇、跨區看 Netflix 還是用來保護上網安全，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它還有 Clean Web 的功能，可以自動的擋掉廣告、惡意網站，讓你瀏覽起来更加的安心。而最重要的是 Surfshark 的價格是業界最親民之一， CP 值超高。所以如果你想要上網更安全、更自由， Surfshark VPN 是個聰明的選擇。現在就點擊 surfshark.com/mycarplus 或者用優惠碼 mycarplus 以獲得額外4個月的 Surfshark VPN 服務。Right， 那這一次 Perodua 除了讓我們去預覽車子的外觀跟內飾之外呢，他們也安排了一個試駕環節。但是試駕的車是有 camouflage
偽裝車的，因為你在路上跑，不要給人家拍到嘛，對不對？車還沒有 launch，但是因為今天的這個試駕環節啊，它只是讓我們試駕，我們沒有辦法架 GoPro， 沒有辦法架一些攝影器材在裡面給大家看啦，所以我就等一下，上去試駕之後下車，我再跟大家分享我的 Pro Duo EV Pro Duo QVE 的初體驗 ，Let's go。OK， 時間到。我現在就準備要出去試駕 Pro Duo QVE， 應該是我第一次在 Sepang Circuit 試駕 Pro Duo。OK， 我現在要上車，然後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試駕體驗。Let's OK，So 說時遲那時快，我已經完成了賽道測試 Pro Duo QVE。那因為這2-3年來真的是試駕了太多不同價位、不同級距、不同種類的電動車。那這個電動車，說實在話，因為我不懂多少錢，我們經常講便宜治百病，但你總得要知道它多便宜吧。所以我就不要管它多少錢啊，我就單純用一個電動車車主的角度來分析這台車子。我覺得它是一個入門級的電動車，它是一個 affordable 的電動車，因為它裡面它的 button 那個drive mode 的 button 推起来就很有 Pro Duo 的感覺啦，就是它比較鬆，它不是這麼緊實，然後門邊的那些材料等等，因為畢竟你知道嗎？它要在馬來西亞達到50%到60% 的 local content 啊，它必須要用很多 local 的 supplier， 從它的整個車子的部件啊、硬體、軟體等等。所以一上路的話，這個你會感覺到車身底盤傳來的噪音是偏大的，可能是底盤，可能是輪胎，因為這個是 Atlas Tire， 所以這個級距的車子的輪胎種類，它不可能給你 Pilot Sport 4的嘛，不能給你 Pilot Sport EV 的嘛，對不對？講回來，它的 Powertrain 啊，204 PS， 285 Nm， 0到107.5秒。對於從來都沒有駕過電動車的朋友，這是一個哇，這是非常有力，源源不絕，怎樣踩怎樣有，瞬間有力，沒有 Power Cut， 沒有 lag， 什麼都沒有，也沒有噪音，非常的快。但如果你很熟悉這輛車，你就會覺得這個動力是 OK， 但問題不是它的動力，問題是它是 front motor front wheel drive， 所以當路面有一點點濕滑，特別是現在子剛下過雨，路上還有一點濕度，一踩就 wheel spin 這樣子啊，讓我想起我很早的時候我試駕過一台 Hyundai Kona， 那個的 output 更大，然後又是 front wheel drive， 所以如果你的電動車是前馬達前輪驅動的，然後你又是瞬間扭力，只要超過200牛車米就會有那種，特別是你出彎的時候，你一踩車子會 slide 這樣子啦，這是好的問題啦，因為你太多把握了嘛，沒事嘛。以前從來沒有這個問題，因為把握不夠給你去 slide 嘛。So 我就期待未來有機會上路可以去進一步的測試這個 Pro Duo QVE。當然Pro Duo QVE 雖然我們是介紹車，不過這個對於 Malaysia 對於馬來西亞是一個非常有象徵意義的一款車子，因為它不只是一台車子，因為它是整個供應鏈、整個產業鏈，真正馬來西亞要邁入到我們不要講電動車取代燃油車啊，這個我這輩子不可能看到這個景象了，但至少它可以為整個社會 progressive 你知道嗎？就是可以更進一步的去發展，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原地，因為汽油引擎就是全球趨勢，大家已經在拖时間了，就不會再有真正全新的東西啊，很少很少，Toyota可能有啦。大部分人都是在過日子這樣子過吧，只有電動車才可以一直不斷的在看到更多創新新款的東西這樣子。So 我是在注意，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follow Instagram， 看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預知更多詳情記得看我的這個留意我的任何的社交媒體這樣子啦。So end cut。OK， 我這邊再補充一個 point 就是我相信在網上很多人一聽到 Pro Duo 要出電動車的時候，就會 assume 它可能是3-4萬塊、4-5萬塊。我轉過去，我鏡頭要轉過去。So 大家可能會想到它是一個你知道嗎？阿夏啦、甘蔗啦，或者是Beza、Myvi 這樣子的 segment。可是 Pro Duo 並沒有走那一條路，它走的就是算是在 Ativa 之上的這個，不管是價位啊，不管是車型的定位等等。因為像我前面講，它針對的是 medium to high income 中高收入的階層，他們也搭給了 T20 的孩子 ，T20 的 kids 啦。所以你看它整個開門的方式等等，因為你知道嗎？對於一個汽車品牌，它要去做一個新的東西，它可以做貴的東西，它可以做一個旗艦車款，然後再慢慢賣便宜。但是如果它一開始就賣便宜，它過後很難再 up price， 很難再你知道嗎？很難再賣更貴的東西這樣子啦。OK，good 啊。Roof is a bit low, floor is a bit high. Maybe
So when you masuk must be careful a bit. But once you masuk, okay lah. OK， 下。坦白讲，在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它的详情呀。我们之前都是捕风捉影，这边懂一点，那边懂一点，这样子，并不能够看到车子的全貌。但这一次 Perodua 就非常大方的，一次过让我们又看又试驾又试坐，用里面的功能等等，而不是像早期可能你知道吗？有一些 brand 要给你分很多个阶段才看完整个车子这样子啦。然后你注意看这邊，他們還準備了 Perodua 的 P Charger Mobile， 也就是一個流動式、移動式的充電樁，解決了在可能偏鄉地區啦，可能東海岸充電樁不足的這個情況這樣子。所以可能佳節期間，因為如果你平時 set 一個 charger 可能太貴了，但是如果Hari Raya佳節期間的時候，突然間車流量很多，人流量很多，你就可以去設置這種臨時的，讓人家在Hari Raya可以回鄉的時候去很好的去 plan 整個行程啦。當然車子到底實際上的 quality 怎樣我們還不知道，但是我覺得 Perodua 它走了一條跟其他汽車廠商不同的路，它真的是從零開始去 study 馬來西亞消費者的這個用戶的方式，用戶的生活習慣是這樣子。因為畢竟馬來西亞你看天氣又熱又潮濕，然後 aircon 又要開大，然後在 highway 又開比較快等等，所以這些都是 Malaysian 消費者會遇到的問題。所以我們就看從2026年之後 Perodua 有沒有辦法靠着 QVE 反轉成為馬來西亞最暢銷的電動車品牌。所以我是在注意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 The outcome of the Perodua QV, name is QV instant. An EV that meets global standards and is affordable for many Malaysian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ime Minister Dato Seri Ibrahim in this recent visit to Auckland described that this project as a national agenda, and that meant a lot to us. To us, national agenda means that this project woul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to the country's economy by strengthening the auto industry's ecosystem, by creating new employment, and by driving local innovation. In shor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 national EV product, we essentially will produce measurable and clear benefits for Malaysians in the short term, and will result in the country's resiliency in the long run. As you can see in our presentation slide, I think we're going to go next year, maybe starting from February, and hopefully by June, we can try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to 2,500 or 3,000 in a month in total. So that's where kita kena discuss dengan Kanchok tu for the rental of space. But I cannot declare in total what is the absent in the